那这个骨骼您刚刚提到，它其实是我包裹在我们的皮肉之内的啊，它是一个无声的支柱。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负责输送我们的养料还有氧气的我们的生命的网络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脑血管系统，我们又该怎么样去进行关键的底线评估呢？对，其实就是咱们老百姓老说的2个重要的观点啊，一个就是说脑袋没事儿。心脏没事儿，我们可能就没事儿。所以我们提到的第2个这个观点就是生命供给的这个网络，心血管系统也是我们比较重要而且比较容易发生风险的一个风险点。对，那么我们核心的检查，比如说我们要查颈动脉超声，筛查的是什么呢？筛查的是我们颈动脉的一个粥样硬化，或者说叫斑块。这块就是说评估我们这个叫做脑卒中，其实是最常用、最经济、最无创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检查方法。那么为什么他说是底线呢？其实颈动脉是大脑主要的一个供血的一个通道，它分2侧向上来供血。那么我们这块如果说有不稳定的斑块，或者说严重的狭窄，或者说已经导致了我们缺血性的脑卒中了，那么早期发现我们这个风险斑块，或者说发现我们的重度狭窄，就可以通过强化药物治疗，或者说通过手术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干预。那么这块呢也有适应性的一个人群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说3高，高血压、高血脂，包括我们在有这个糖尿病、吸烟、有冠心病史的患者。然后我们经常在生活中会出现比如头晕呀、黑蒙啊这些症状的这个老年人，那么就提示我们这个斑块很危险了。我们最好是2-3年就进行一次复查。如果我们在检查中我们已经发现了斑块，那么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这个定期随访的这个安排啊。比如说1-2年就做一次，或者说间隔更短，这块一定要遵医嘱。那么我们第2个检查其实是和这个影像是密切相关的，叫做冠状动脉 CT 血管成像。这块大家就是说到每家医院可能有不同的叫法，也可能叫冠脉 CTA 检查啊，它是一个缩写，其实是说对心脏的冠状动脉进行一个无创的一个成像，评估的是什么呢？评估的叫钙化积分和管腔狭窄情况。这块想跟大家提示的是什么？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常规的一个筛查的项目，不是说我们想做就做哈，必须是遵循我们心内科医生根据大家的个体情况，像咱们提到的说有没有3高，有没有吸烟，有没有这个早发冠心病的这种家族史，来决定我们是否需要进行这个检查。它其实是对于这个中高危人群风险的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评估，并不适用于就是说我们铺开了去进行这种检查的。明白了。我们刚刚聊过了骨骼，聊过了心脑血管哈。那除了这些基础的结构之外，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定高发风险的一些区域啊，例如说大家非常关心的肺部的一些病变，比如说肺癌呀等等这种非常严重的病变，那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筛查的底线？其实我们比如说针对咱们就说肺部这个叫特高风险区域啊，那咱们其实公认的检查应该现在都叫做低剂量螺旋 CT。其实这块我也强调一个观点，就是目前医院上合理合规的检查其实都是一个低剂量的检查。咱们完全不必要担心这个辐射的剂量。它的辐射剂量是显著低于我们常规检查的，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有效的一个早期筛查的一个工具。那么其实肺部的这个早期病变啊，怎么说呢？就是说发现的时候应该是极早期的一个病变。那么这会儿其实我们通过一些手术治疗啊，治愈率是非常的高的。但是普通胸片啊，对于我们这个肺部的这个疾病检出率确实不是很高，所以我们推荐的叫这个低剂量 CT 检查。这块也是有这个适用人群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就是说年龄50岁到75岁之间，比如说我们吸烟史已经有大概20年了，一天能吸比如1包左右，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高危的一个状况了啊。那么我们筛查的时候就应该怎么样？就是说每年一次这个低剂量 CT 的检查。那么针对我们这个
特殊人群，我们也明确的建议，就是要每年定期进行我们影像的这个一个筛查，这个是十分有必要的。进行一个年度检查。哎，对，那刚刚提到的更多的呢是基于风险的一个主动筛查啊。那当然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比如我们的身体已经发出了一些明确的警报的信号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影像检查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对。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警报信号这个就不再是筛查了，这个是诊断了。也就是说，我们身体一旦发出这种红色警报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影像的诊断是迅速明确的，而且指导的我们临床进行紧急干预，这是关键的第一步。比如说我们在夜间突然间发生剧烈的头痛呕吐，那么这块就提示我们应该紧急的去医院来排查我们是否有脑出血的状态，我们要做紧急的头颅 CT 检查。那么现在各大的医院也有这个胸痛中心，比如说我们出现了这种急性的胸痛，那么我们就应该排查我们叫胸痛三联。胸痛三联指的是我们比如说肺动脉，然后冠状动脉加上我们的主动脉，这块就要排除我们主动脉夹层、肺栓塞和心梗，这都是比较严重的疾病了啊，要紧急的去医院来做相关的心脏相关的检查。明白了。